现在呢，要靠 AI 做出100万流量的短影音，超级简单，而且完全没有门槛。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网络上面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很多那种看起来很真实，但是又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影片。然后呢，仔细就会发现，大概99%都是 AI 做的。那其中呢 ，OpenAI 绝对是幕后推手之一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 OpenAI 最近推出了一款 App， 叫做 Sora。这个 Sora 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其实就是社群媒体的 App， 就是我们每天在滑的 Instagram 啊，或是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但是唯一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上面所有的内容都是 AI 生成的。那你想说 AI 生成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们不是玩了那么久了吗？但是这款 App 最特别的就是它可以生成你自己的 AI 影片，就是有你的脸的 AI 影片，然后还有别人有他们脸的 AI 影片，而且你们还可以 fit 哦，就是你们还可以互相出现在彼此的影片当中，然后一群人在那边大笑之类的。那这样的影片呢，不只出现在这个 Sora 的 App 上面，现在就是已经在各大平台上面，如果有好笑的、有趣的东西，大家都会转播到其他平台上面。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呢，可以说90%可能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带大家快速的学会怎么使用 Sora 这款 App。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去真的实际使用的时候，大概90%的影片都是怪怪的，或者是不能够使用。那怎么产出那10%的精华？今天就来告诉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直接就开始吧。好，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Sora 这款 App 现在是只有美国开放，但是不要着急，就是我们今天会教大家怎么在台湾也使用到 Sora 这款 App。那在台湾要用到呢，有2种方式，我会把 App 版还有网页版的网址都放在我的资讯栏，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击。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使用 App， 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只要把你的手机，例如说你是用 iPhone 的话，你就把你的 App Store 改成美国地区就可以了。好，那我们首先呢，打开 iPhone 上面的 App Store， 那如果你是 Android 的话，就打开你的那个 Google Play 商店，然后点击到你的个人资料，也就是右上角这边。好，这边呢点击你的账号，也就是最上面这个。好，接下来看到中间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点进去，这边呢你去找到美国。然后美国你点进去可能会需要就是同意一些条款之类的，同意完之后你就会变成美国地区的 App Store。接着你就到苹果商店里面去找 Sora， 或者是你可以点击资讯栏连接也可以，就是这一款很可爱的这个 logo 的这一款 App。好，然后这种方式呢，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有订阅一些 App Store 里面的东西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切换地区，这个时候就要靠第2种方式了，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切换 VPN 哦。说到 VPN 呢，就一定要跟大家推荐 Surfshark VPN。有没有发现，其实有很多 AI 的新功能都只有在美国才能抢先体验？像是 ChatGPT 最近刚推出的购物功能，可以直接在聊天里面搜寻产品，比较价格，还可以直接下单欸。还有 Google 的 AI Ultra 订阅方案，提供更强大的 Gemini 模型，还有一堆实验功能。结果这些只有美国先开放。但是如果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瞬间变成美国人，抢先体验最新科技，你相信吗？前几天呢，我想要试用 ChatGPT 这个新的购物功能，结果发现台湾根本就还没有开放。但是呢，我用了 Surfshark VPN， 1秒切换到美国伺服器，马上就能体验到这个超酷新功能了。VPN 呢，简单来说就是虚拟的私人网络，让你看起来是直接从其他国家上网的。像现在呢，我打开 Surfshark， 选择美国伺服器，连接之后呢，我的 IP 地址就变成美国的了。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1. 体验 ChatGPT 的购物功能，直接在聊天室比价下单；2. 订阅 Google AI Ultra 方案，使用最新最强的 Gemini 模型；3. 解锁 Netflix、Disney Plus 其他地区的独家内容；4. 买机票、订饭店的时候避免被价格歧视，有的时候可以省上好几千块耶。Surfshark 最棒的就是一个账号可以同时在无限多个装置上面使用，我的手机、电脑、平板全部都能连，而且在全球超过100多个国家有3000多台伺服器，连线速度超级快。现在使用我的独家优惠码 AppleMate 或者是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AppleMate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服务哦。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的第一行，赶快去体验全世界的网络自由吧。好 ，VPN 连上之后呢，大家就一样点击到我给你们的那个连接里面，就会进到 Sora 的页面。那一开始进到 Sora 的时候，非常好玩的是，它会要你就是做一个你的那个 Cameos， 中文叫做客串。那客串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说它可以用你的脸来生成 AI 影片，这部分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用啦，没有也没有关系。那我自己是用了，然后设定的过程呢，它会要你讲一些数字，然后记得要用英文，因为它中文听不懂。不过后续生成影片是可以用中文啦，然后它会要你扫
扫你的脸啊，然后做一些动作之类的。那扫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 Sora 里面生成有你的脸的影片了。那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说别人可不可以用你这张脸啊什么的。这个部分呢完全不强迫，就是完全看你自己。好，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先看一下首页的部分。这个首页大家发现会很像社群媒体，对不对？就很像那个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 它就是一直播放。那这都是别人创作的这个 AI 影片，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就会还蛮好笑之类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它就是一个Facebook 之类的，你就可以去追踪别人啊，然后你也可以发影片在上面，但是全部都是 AI 生成这样子。好，那讲到创作影片的部分，就是直接在下方的这个输入栏输入你的提示词，就可以生成影片了。那你点击这个栏位的时候，上面就会出现一大堆头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ameos， 就是我们刚才做的那个你可以把自己的脸放在上面的功能，也就是客串啦，中文是客串。然后你想要用谁的脸，你就可以直接点一下他的头，例如说第一个这个是我，就直接他就会跑进来，然后后面呢你就可以自己去创作出你想要创作怎样的影片。例如说呢，我今天想要跟这个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喝一杯茶。然后台湾口音中文，就是他可以用中文输入提示词，然后你也可以叫他讲中文，不过要特别强调一下台湾腔的中文，他才会讲出台湾腔啦。好，现在呢他就在生成当中。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的茶馆，很特别啦。对啊，这边的乌龙茶很香，你试试看。我刚刚喝一口，很顺比我想的更清爽。金黄的，闻起来有花香。对啊，那这边呢，大家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给大家看两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梗的。Okay, that's a lot of wind. I guess we're really leaving now. Still holding on. Still good. It's kind of beautiful up here. Seconds. Down one. Zhang brings it up. 7 on the clock. Step back for the lead. She drills it. Visiting team in front by 2. 4 seconds. Strip. Loose ball. And that...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是用了我自己的脸去做了不可能任务的那个挂在飞机上面的影片，然后还有就是赢了 NBA 球赛的一个影片，就还蛮好笑的啊。而且他们的提示词都超级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前面就是我的那个客串，然后穿着白色西装挂在一个起飞的飞机机翼上，就是超级简单，就是不太需要想太多。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更多细节，就是你在下提示词的时候的细节。我的提示词真的就超级短的，就是我在打最重要的 NBA 对战拿下关键分数赢得冠军，就那么简单，然后你就可以做出这支影片，就超级好玩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是在台湾职棒拿下关键分数赢得冠军。得分，老虎队9-8冠军出炉了。然后当然现在上面的文字就还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已经有在进步了啦。然后想给大家看两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效果非常好，就是很像一般素人拍的影片，你不特别讲的话，你不会发现是 AI 的这种影片。嘿，小朋友，肚子饿吗？来，给你一点香肠面包，好吃吧？再来一口。来，给你一根骨头，小心烫哦。好，慢慢吃，不要急，慢慢走。就是大家看完之后，不觉得他们的口音就真的是台湾人那种感觉，而且很像是素人拍出来的影片，所以就是觉得网络上的东西以后就完全都不能相信啊，就是蛮恐怖的。然后呢，这边也要讲一下，就是现在Plus 账号生成的这个影片呢，上面是会有那个浮动的浮水印，就是它的那个 logo 会一直到处跑。然后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是 AI 生成的影片，但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比较贵的 Pro 方案，就是一个月要6000多的那个方案的话，是没有浮水印的。对，就是完全没有浮水印，就是看的人会完全不知道它是 AI。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讲一下，就是提示词要怎么写，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哦，会节省大家很多试错的时间。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一再强调的重点，就是越简单越好。就是你的提示词越简单是越好的，因为我发现就是Sora 这类的 AI 模型，他们理解的方式跟我们一般人类理解文字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就是大家要用概念取代细节，就是你给他一个大方向，但是不要告诉他太多细节。好，那给大家看一个失败的案例。Hi there. Where did you all come from? It's so sweet. 大家看完之后应该觉得超级没有逻辑，而且里面很多很怪的地方。没有错，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你生成90%大概都是这种没有逻辑的影片。但是这跟提示词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提示词，就是非常长一段。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边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说
Sora 跟我们理解的方式有落差嘛？那落差是在哪边？就是他理解的方式是我们提到的所有东西，它都几乎一定要出现在画面上面。所以，例如说，我今天说用手机自拍的画面，他不会理解说画面里面不需要有手机，因为你拍的东西就是手机嘛，所以手机不会出现在画面里面啊。可是他的理解方式不是这样的，他就会觉得手机一定要出现在画面里面。所以就会有那个开头那个很像手机又不像手机的东西，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后面所有提到的很多的形容词或者是一些氛围形容的东西，很多东西呢它都会想要硬加进去，所以导致画面就会很混乱跟没有逻辑。所以取而代之呢，我们就要用主题来取代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修改之后的这个提示词。台湾的山庄路上遇到一只小猫，结果其他的小猫也一起出现，然后围绕。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成果。 I'm on the mountain road now. It's so quiet. Oh, hi everyone. Hello, you're cute. Want to say hi? Oh my gosh, there are more of you. Hi, babies. You're all so tiny. 好可爱哦。Hello.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好可爱哦！哇，后面还有同伴耶。好，那这个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它是讲英文？因为我发现其实不要特别提到语言的成功几率会比较高一点。毕竟 Sora 是美国人做的嘛，所以讲英文他们可能效果还是比较自然一些，或者是叫他不要讲话也可以。那接下来要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我发现它有配乐，它有音效。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平常我们需要后置什么的，它都已经帮我们想好了。给大家看几个例子。Perfect bite right here. Ow! What the? Did you slap me? She really did. Looks like you're coming with us, little one. He's just seeing us off. Bye, sweetheart. Good dog. 我之前看了一些文章啦，就是有些文章都会说什么，就好像影视飓风的 team 好像有讲过说1-2年内他觉得剪辑会完全被取代，这个就是啊，就是他就是已经在发生了，就是 AI 都已经帮你配好乐，然后而且他还知道哪个点要下哪一个音效，哪个点需要下音乐，他可能下的还比我还好之类的，我就觉得还蛮恐怖的，就是以后搞不好就也不需要剪辑啊，就是直接生成就好了。然后再下一个重点呢，就是创作的内容的部分。就是你今天想要像我开头讲的那样子，想要创作100万流量短影音的话，绝对不能靠你一己之力。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请出我们的 ChatGPT 大神，就是你可以请他帮你想主题。那我自己现在觉得蛮好的主题，就是然后也在上面看到很多人做的，就是关于动物啊或是宠物的一些无厘头的影片。然后这些无厘头的影片又要很像真实发生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请 ChatGPT 来帮你想一些内容，也就是用 ChatGPT 来帮你想提示词的意思啦。那要怎么下指令呢？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要做疗愈短影音，或者是你想要创作一些什么惊吓啊，或者是什么搞笑的短影音的话，你也可以跟他讲。然后请你帮我创作10个提示词，然后是跟动物相关的。然后可能里面用什么语言啊，或者是不要提到语言也可以。那后面呢是我自己加的一个，就是针对你的受众，例如说你今天如果是针对外国人、针对美国人的话，那你可能不用特别提到他的背景是什么。但是我想说，影片是要做给台湾人看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包含台湾人日常常见的场景，就跟前面大家看到就是有狗的那个影片，其实它就是非常像台湾的日常场景，可能有机车啊、早餐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适当的台湾文化，然后台湾人会共鸣想要转发的动物影片，那他就会帮我想几个内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他给你的这个提示词不一定要是中文或英文，因为我发现英文还是比较好，就是你叫他写英文的话，内容还是比较好一点。所以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你就是也可以叫他讲英文，然后自己去做一些修改。就是基本上他写出来的东西，我都会再修一遍，然后再丢入 Sora。再来下一个部分呢，要来讲到就是它的使用限制。就是现在呢，我们测试过免费方案的话，你是只能生成图片。那如果你是 Plus 方案的话，你可以同时生成3部影片，然后一天最多30部影片。这个额度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哎。就大家知道 ChatGPT 它有2种方案嘛，一种就是最平常看到好像是20块美金，就大部分人买的那个20块美金的方案呢，一天就可以生成30部哦。这个额度是比 Gemini 还要多出非常多的额度哎，因为我之前测试 Veo3，它是一天只能3部，对，一天就只能3部，然后这个是30部，就是10倍。然后在画质的部分呢是10秒，然后480p。但是大家知道社群媒体其实480
就 OK 了啦。那以上的这些额度限制内容呢，其实每天都在改，搞不好下个礼拜就放得更松了也说不定，说不定免费用户过几天也会有额度啊什么的。再讲到就是比较少人有的这个 Pro 用户哦。Pro 就是1个月$200的方案，它跟那个 ChatGPT 的那个方案都是共用的，都是同一个订阅方案。那 Pro 用户呢，它是没有浮水印，就是你做出来影片是完全就是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做。然后它最长呢，大家看它这边是最长是15秒。然后在模型这边你可以选一个 Sora 2 Pro， 那你选下去之后呢，它这边有一个 Resolution 可以选 High。那这个 High 呢，我测试下来应该是720p 啦，就会画质比较好一点。但是效果有没有比较好？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就是这个 Sora 2 Pro 跟 Sora 2，我觉得并没有哪一个一定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就差在画质而已。然后你也可以选直视啊或横视之类的，然后时间就比较长。除此之外呢，就是 Sora 2 Pro 它还可以选这个 Storyboard， 这个 Storyboard 就是故事版。那点下去之后呢，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创造出很多不同幕。大家知道那个什么电影要有分镜表嘛，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分镜表。那你每个场景要有什么样的背景啊，什么样的人在里面，你都可以写在每一块的这个故事板上面，然后它就会串成一个故事这样子。那我觉得故事板这个东西也是你字越多就会越容易没逻辑，所以也是越简单越好。那总体而言，我觉得 Sora 这款 App 最惊艳我的地方就是它的脸部一致性，还有逻辑性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善。就是基本上有很多影片现在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像我本人就是拍的，然后你不说的话，就可能真的会以为是我，对不对？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它创造出来的这个社群媒体有惊艳到我，因为我一开始听到 Sora 是一款社群 App 的时候，我想说谁要去看啊？就是它都是 AI 做的，谁要去看？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了你的脸就真的不一样，就是大家会想要看是你创作的东西，然后就会把你这个人投射在这个 AI 影片上面。应该说，我觉得现代人好像对于 AI 影片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不敏感了，就是大家的接受度其实还蛮高的，因为做出来的影片就是很有梗，然后很好笑啊，然后大家就会传开来。所以在这上面创作出来的影片，其实你在其他平台上面也会看到，因为就是搬运工嘛，大家会把上面的影片好有梗的东西、有流量的东西，把它搬到其他平台上面。所以这个趋势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办法挡的。那既然没有办法挡呢，打不赢就加入吧。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啦，所以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样呢？我自己觉得可能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应该很快就会想要把这个东西也搬到那上面了，因为就很好玩嘛。所以希望大家玩得愉快，就是大家可以试用看看我讲的那2个方法，现在就可以连到美国去玩看看，就真的还蛮好玩的，然后很有梗，你就可以把影片下载下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右上角其实这边就有一个 download，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了。而且有没有发现，就是 Sora 这个 app 其实非常的开放透明，就是它不怕你下载，它反而还希望你去散播这些影片。当然里面呢有非常多就是道德底线的部分，非常值得讨论。就是说用你的脸啊，把你的脸放在上面给别人用啊，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一点危险。不过这个 Sora 平台本身就已经有非常多的限制，就是用字的限制。例如说我那天想要做什么穿着比基尼，光是穿着比基尼就不行哦。然后或者是跟名人之类的也不行。例如说那天想要做贾伯斯，他也不让我做。不过这个东西呢，他们自己不做，其他的 AI 也一定会做啦，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限制的 AI， 一定会为了流量什么的，让你去用这些字眼。不过这个呢，就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了。那希望大家玩得愉快。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发现有什么很好玩的用法，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一起讨论。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